有缘人又见面了。有位作家在文章中提到过一个概念，底层的贫穷绞杀，指的是在底层圈子里，没人真正希望你过得好。你只要混得比别人稍好一点，就会有人各种使绊子，坑害你。你的生活但凡有变好的苗头，就会立马遭到他们的扑灭。就像桶里的螃蟹一样，但凡有爬上去快逃走的，往往又会被下面的螃蟹用大钳子扯下，把自己往上扯。一直混在这样的圈子里，久而久之，人生也就会被彻底绞杀。和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待在一起，你就只能被锁在底层，永远不能翻身。多说一句，听钱先点赞的人，跟他们不一样，往往都能越来越有钱。生活中，这种底层绞杀的现象基本到处都是。过年的时候，你回到老家，亲戚问你今年赚了多少钱，过得好不好？如果你说赚了不少钱，有房有车，日子过得很滋润，相信亲戚就会仇视你。亲戚问你过得好不好，并不是想知道你过得很好，而是想知道你没有他过得好。你比他过得好，他不就产生见不得人好的心态了吗？你会疑惑，为什么亲戚不会跟外人攀比，而总是跟自己人攀比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人性存在就近攀比、就近伤害的特点。就近攀比就是找身边人比较，就近伤害就是伤害身边人，柿子专挑软的捏。不仅亲戚关系如此，就连底层夫妻关系也是如此。在贫穷的家庭中，工作一天的丈夫回到家看到妻子躺床上刷手机，丈夫就会怒气冲天，吆喝妻子，责备她懒惰。妻子很无辜，我就休息一会儿，为什么丈夫要责备我？反过来也是如此。带娃特别辛苦的妻子，望着赚不到钱的丈夫，会指责他没有别人家的老公厉害，活得窝囊。双方吵了起来，家庭矛盾的火药桶就爆了。一档普法节目里面有一期是这样的：出身农村的小丹通过多年打拼，在城里开了家酒吧，生意很红火。但这种辉煌没有维持多久，他就陷入一个阴谋里。有人污蔑他的酒吧存在潜在消费，食品安全也有很大问题。一时间，谣言沸沸扬扬，酒吧生意一落千丈。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，他只好无奈地将酒吧关掉。好好的生意被断送了，小丹既痛心又愤怒。他发誓要将生事的人揪出来。经过调查，最终他发现，罪魁祸首竟是他相识多年的闺蜜。原来闺蜜见酒吧生意兴隆，小丹的日子也过得比她好，嫉妒之下便策划了这场阴谋。想起来自星星的你的一句话：人性就是如此，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，不是说我也要去那里，而是对别人说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也到这泥潭里来吧。有一种来自底层的恶，叫见不得别人好，尤其是见不得身边的人好。一位听众跟我聊过他舅舅的故事。舅舅离乡多年，50多岁时回到老家，承包了20多亩鱼塘。前前后后，舅舅耗费了很多心血和金钱。眼看鱼塘的收益越来越好，村里人坐不住了，他们表示要集体入伙参与分红。面对这种无理要求，舅舅严词拒绝。于是村民们就开始闹事，他们有的半夜偷偷捞鱼，有的破坏鱼塘，还有人说吃他家的鱼闹坏了肚子要赔偿。其实这个鱼塘已荒废多年，
之前没人愿意承包，可看到有人赚到钱后，他们就立马坐不住了。人性就是如此，庆幸别人遭难，嫉妒别人有福。对很多底层人来说，你的优秀、你的成功、你的幸福都是一种原罪。他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他过得不好，你必须比他更差。一旦你飞黄腾达了，就会让他们眼红心痒，千方百计也要阻挠你、扼杀你。在书中看过这样一句话：人性的卑劣之处，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，恨人有，怕人富。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未曾拥有却十分想要的东西，便会极力撺掇说此物不好。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你的生活只要变好，就会引发他们的针对与打压。拼尽全力，他们也要把你拉到跟他们同样的层次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你就只能永远烂在底层的泥坑里。作家韩少功在书中曾提到一个少年奎元。奎元为人他是热情，也很上进。他一心想走出农村，到城里找活干。正当他计划要出发时，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朋友找到了他。朋友们主动请奎元吃饭喝酒，酒足饭饱后，大家在一起聊天。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：兄弟，你去城里干嘛？城里都是骗子，把你卖了你还给他们输钱。待在村里多好，祖祖辈辈不都这样过来了？心不要太野，做人还是本本分分好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奎元就因为聚众赌博，和朋友们一起被抓进了监狱。就像开头说的心理学上的螃蟹效应，如果竹篓里只放了一只螃蟹，一定要盖好盖子，以防它爬出来。但若竹篓里放了很多螃蟹，就不必盖上盖子了。当有一只螃蟹往上爬，其他螃蟹就会用钳子抓住它，把它拖下来，最终没有一只能爬出去。现实中很多人也是如此，自己逃不出底层，就拼命阻拦身边努力向上攀登的人。他们最希望的就是通过打压的方式，让别人跟自己混得差不多，大家烂的程度都一样了，他们也就可以继续烂下去，并且心安理得。当一个人身处这样劣质的圈层时，人生就会随之向下坠落。想起作家林之野说的一句话：这世上两个人条件越是接近，越容易产生妒忌心理。商人妒忌发迹的同行，官员觊觎他人的顶戴，文人鄙夷当红的浮童，男演员们眼红冉冉升起的小白脸。总之，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无助于人类一交心中妒忌的快垒，人们永远逮着自己的同类死掐。面对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，远离他们才是上上之策。圈里圈外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圈子修炼术。人际关系是个大圈子，套着无数个小圈子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远离底层相互拉扯的圈子，远离打压消耗你的人，走出他们的生活半径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过一个底层沦陷的说法，身处底层的人很容易陷入一种互害模式中，大家你踩我，我踩你。由于把大量的精力用来伤害对方，没有精力去提升，谁都没有办法逃离，最后就集体陷入一种沦陷之中。底层圈子里布满了平庸堕落的人，他们不仅甘于摆烂，还千方百计阻止别人变好。你若深陷其中，人生也就随之变得一片灰暗。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圈子，要及时划清界限。只有远离底层的倾轧，
你才能有更好的出路。造成底层绞杀、底层互掐、底层互害的原因，我想有这4点。首先，贫穷让一个人戾气冲天，戾气过重，缺乏温柔的好脾气，动不动就跟身边人吵架，动不动就对身边人羡慕嫉妒恨。其次，毫无压榨的下层就会跟自己人内斗，高产压榨中产，中产压榨低产，而没有人可以压榨的低产，就只能跟同阶层的人内斗。第三，就近攀比，就近伤害的人性缺陷。他不认识你，那他就不会跟你攀比；他认识你，还是你的亲朋好友，那他事事都会跟你攀比。第四，缺乏资源，但又不敢挑战富人阶层，只能找同阶层的老实人出气，过分欺软怕硬。如此，底层互掐的现象就加剧了。如果不懂，可以再举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。大家都是同一条村子的人，你的邻居看到村长只会点头哈腰，而看到同是村民的你，就会各种针对欺负。为什么邻居不敢欺负村长，只敢欺负你？因为你跟他一样，都是村民，处于同一阶层，不就欺软怕硬了吗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底层互掐是普通人无法出头的根源。普通人不仅容易跟同阶层的外人互掐，还容易跟同阶层的家里人互掐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夫妻之间内斗。本来贫贱夫妻就该同心协力，和谐相处，才有可能苦尽甘来。可总有人反着来，对枕边人重拳出击，而对得罪不起的外人点头哈腰。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为什么要远离底层的圈子？因为底层圈子就像是一个泥沼，死死吸着你不放。跟你同阶层的人都不希望你发财，就会一直拖你下水，让你跟他们继续贫穷。财经分析师说，社会财富的分布是不均匀的，有人轻轻松松赚得大量财富，有人辛苦半生，却始终在底层摸爬滚打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思维格局的不同。穷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他们习惯相互坑害、打压，最终被彼此锁死在底层。中产能过得不错，是因为他们肯埋头苦干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富人之所以能站在社会顶层，除了避免低效吃苦外，他们还比常人多一点思考与远见。归根结底，你站在什么阶层，是穷是富，都是由你的格局决定的。越是底层的人，越喜欢互相为难。茶馆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，自1958年问世以来，已经在剧院上演了700多场。而这部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，就是因为它戳破了人性最丑陋也最真实的一面。书中以老北京的裕泰茶馆为背景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轮番上场，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众生相。时代的洪流，生活的重压，将无数普通人抛入了泥潭中。可人们深陷其中，相互撕扯，不断将身边的同伴踩进更幽暗的深处。上层社会人捧人，中层社会人比人，下层社会人踩人。听起来很残忍，却也是最真实的人性写照。老舍先生曾在谈及茶馆的创作灵感时说，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，可以容纳各色人物。
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他笔下的玉台茶馆中聚集了身份迥异的过客，演绎着世态炎凉的悲剧。当时正值动乱年代，人们非但没有相互扶持，反而将棍棒挥向了比自己更弱小的人。常在茶馆说没拉钱的刘麻子，说的好听点是媒人，其实就是个见不得光的人贩子。乱世之下，粮食短缺，物价飞涨，在乡间种地的贫民们穷得连炖粥都吃不上。刘麻子趁火打劫，引诱他们卖儿卖女，自己则从中捞一大笔中介费。最过分的一次，他连哄带骗的买回了15岁的女孩康顺子。随后他找主顾开口要了200两，转头却只分给康顺子父母10两银子。他为康顺子找的主顾也并非体面的大户人家，而是在宫里当过差的庞太监。庞太监看似光鲜亮丽，在权贵眼中却连条狗都不如，莫稍受欺负和冷待。于是他将花钱买来的老婆康顺子一子大利，当成了发泄怨气的工具。人前他拿康顺子和大利充门面，人后他对母子俩拳打脚踢，又掐又拧。庞太监折磨的是自家人，打手小二德子却连陌生人都不放过。平日见到洋人和官兵，他要么吓得远远躲开，要么毕恭毕敬地上前行礼。可遇到茶馆门口歇脚的车夫、讨饭的乞丐，他却面露凶相。随着时局动荡，学生成了被打压的对象。他又常去学校耍威风，痛打学生。知道自己打不过力气大的，他就专挑老实的学生下手，连女学生都不放过。论身份和地位，刘麻子、庞太监和小二德子远远比不上财主和权贵。但面对同样饱受沧桑的可怜人，他们却肆无忌惮地欺压，将其推入更可怕的泥潭。物理学上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告诉我们，当你拼命拉扯别人时，也会被别人控制，最后在相互纠缠间两败俱伤。刘麻子赚到钱后，变本加厉地伤害弱者。有一回，他又要把年轻姑娘骗去卖给别人做媳妇，谁知他跟对方谈买卖时，正好遇到过来盘查逃兵的军官。军官为了交差，不由分说地绑了他，一枪就要了他的命。而当年他不敢惹的庞太监，也在清朝覆灭后失了势。他连伺候权贵的机会都没了，彻底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弱者。侄子们和起伙来抢他的财产，下人也不再拿他当回事儿。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他，最终在屈辱中死去。生在底层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种互相伤害的弱者思维。因为总有比你更强大的人，你仗着几分权势欺凌别人，别人也会拿着鸡毛令箭压你一头。彼此在反复拉扯中慢慢耗尽了气力，到最后谁都逃不出生活的沼泽。底层的人往往有一点权力以后，迫害底层比谁都狠。他们被生活的风霜一点点腐蚀掉最基本的同理心，但凡手握一丁点权力，他们就会把自己受过的委屈化作对别人的为难。可归根结底，大家都不过是普通打工人，为了碎银几两奔波劳碌，为了家人安康负重前行。生活已经很不容易，何必再苦苦相逼？这世间所有人和事都是相互的，你总扯别人的后腿，自己必然也爬不高；你变着花样坑别人，自己注定也落不着好。
那些恶意的刁难与伤害，最终都会由你自己买单。茶馆中有段令人气愤的对话，两位客人起了冲突，一方骂道：要抖威风，跟洋人干去，洋人厉害。另一方却说：我碰不了洋人，还碰不了你吗？越是无能的人，越喜欢欺负弱小，将痛苦转嫁给别人。然而，一个人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打败了谁，击垮了谁，而是始终保持良善之心，不因受苦而迁怒他人，不因卑微而放弃尊严。面对弱者，如果我们不能施以援手，至少可以坚守为人的底线，对旁人多些理解，多些包容，你自己的路也会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宽。有缘人，希望早日逃离底层圈子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